这是野牛冲锋枪，而这是勇士冲锋枪。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两把枪啊，如果咱把它的下半部分给遮住，不是哥们儿，你们俩长得是不是有点太像了？没错，野牛在现实中的代号是 PP19，而勇士的代号则叫 PP1901。搞半天原来是一家人。不光如此，这两把枪之间的故事远比他们的外表精彩的多。大家好，我是顾米老板。这一期啊，咱们就来聊聊从野牛到勇士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野牛最经典的卖点是什么？64发的螺旋大弹筒是不是？相比之下，勇士只有30发的普通弹匣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要自废武功？难道64发的大弹筒不香吗？香是真香，但问题也是真多。先说装弹吧。这个螺旋弹筒装弹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，你得一发一发的把子弹塞进螺旋槽里，塞完了之后还得单独给弹簧上发条锁定，整个过程就像是往瑞士卷里塞腰果，塞完了还得扎紧带口，结果就是战场上别人换弹2秒搞定，你还在这领发条呢。然后是互换性的问题，众所周知啊，冲锋枪的弹匣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队友之间能通用，但是野牛的螺旋弹匣由于内部的螺旋导轨的加工精度差异，每个弹匣出厂时几乎都要和自己的亲妈枪手工磨合配对。你要是在战场上捡弹友的弹匣用，恭喜你，大概率会卡壳。这个问题是不是似曾相识？没错，二战时波波沙弹鼓也是这毛病，一个坑里翻2次车，不愧是和伏特加开车的战斗民族。不过这还没完，由于大弹筒尺寸太特殊，标准的 AK 弹匣带根本塞不进去，士兵得背着专门定做的战术鞋具，几根粗壮的大圆筒挂在身上，走路都别扭。有的观众老爷就问了，既然螺旋弹匣这么多毛病，当年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设计呢？这就得说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了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整个国家乱成一锅粥，有组织犯罪遍地开花，车臣战争一触即发，有道是寡头满地走，黑帮多如狗。内务部的特警嘛，每天都在街头跟拿着重火力的悍匪对线。当时阿瑟的手里拿的主要是发射 5.45毫米步枪弹的 AKS-74U 短突击步枪，这玩意儿啊在野外好使，但在莫斯科的居民楼里打巷战简直是灾难，因为枪管太短，导致高膛压的火药燃烧不充分，你只要一开火，那枪口焰跟爆鸣，堪比在楼道里放RT脚。更要命的是啊，步枪弹的穿透力太强，一枪打过去能穿2。至于这俩谁是匪徒谁人质你别管，总之啊，这对解救任务来说是绝对的致命隐患。于是乎，内务部提出了一个需求，咱们搞一把发射手枪弹的冲锋枪，要打得准，威力够用，但别穿墙，最好还能多装点子弹哦，么么哒。接下这个活的是伊热夫斯克机器制造厂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AK 大本营。而负责这个项目的团队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全明星阵容。领衔的是维克托·卡拉什尼科夫，没错，就是 AK 之父米哈伊尔·卡拉什尼科夫的亲儿子。而他的搭档则是阿谢克列·德拉贡诺夫 ，SVD 狙击步枪设计师叶夫根尼·德拉贡诺夫的小儿子 ，AK 加 SVD 双星之子。这简直是俄罗斯军工界的梦之队啊！不过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，维克多进入伊兹马什工作后，并不是跟着老爹混的，他去的是和他爹竞争的另一个设计局，从来不靠老爷子名头摆谱，纯的手艺人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团队够牛吧？但问题是1993年的伊兹马什啊，穷得叮当响。苏联解体后，工厂被迫搞军转民，连电动工具和压缩机都在做，指望工厂给你内务部开一条全新的生产线，想屁去！于是啊，维克多做了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，直接借用 AK 的生产线，野牛的机匣、激发机构、折叠枪托全部从 AK74上搬过来，零件通用率达到60%，主打一个省钱。然后他们把 AK 的导气式原理拆了，改成更简单的自由枪机加闭膛待机，没有了活塞和枪机回转，结构大大的简化，成本也降下来了。子弹方面，野牛最早用的是9×18毫米的马卡洛夫手枪弹，和马卡洛夫手枪共用同一种子弹，后劲上无缝衔接。至于那个标志性的64发螺旋弹匣，据说灵感来自美国的卡利科 M960 冲锋枪，但卡利科把弹匣放在枪管上面，重心偏高，瞄准也不方便。而维克多他们做了一个关键的改动，把弹匣换到了枪管下方，充当护木使用，重心更低，还不挡瞄准基线。那有细心的观众老爷就会问了，为啥早期的野牛弹容量偏偏是64发呢？他凑个整不行吗？因为俄军方手枪弹是按纸盒配发的，一盒正好16发。维克多老哥算盘打得啪啪响，装满一个弹匣正好消耗4整盒，强迫症狂喜，后勤直呼内行。1995年，野牛原型枪通过测试，并于1996年12月正式被俄罗斯内务部列装。然后看过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来了。野牛虽然拿到了准生证啊，但真正上战场才发现之后的毛病多了去了。第2次车臣战争期间啊 ，FSB 和内部特种部队带着野牛去了北高加索，泥巴、碎石、严寒，战场上什么环境都有。普通弹匣进了沙子，拍2下还能接着用。这货进了沙子啊，螺旋槽里的沙子你拍得出来吗？
另外啊，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螺旋弹匣的供弹路径弯弯绕绕，子弹进膛前要拐好大个弯，用圆头全金属背甲弹还凑合，换成空间弹就频繁卡壳，而空间弹恰恰是执法部门对付软目标最需要的弹种，这就有点搞心态了。于是啊，实战反馈一波接一波的回到工厂，伊兹马什也没闲着，先后推出了野牛2、野牛3等改进型，加了导轨，改了瞄具，适配了多种口径。但不管怎么改啊，主要的卖点仍然绕不开那个螺旋大弹头，这也好理解嘛。弹匣是整把枪的灵魂设计，是2位军工2代的核心创意，谁愿意当那个冤大头啊？原来军工不只有技术研发，还有人情世故。但一位老兵站了出来，他就是谢尔盖·雷修克。这位老哥可不得了，他是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获得者，曾经是内务部最精锐的勇士特种部队指挥官。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头衔——绿色贝勒帽之父。这顶帽子后来成了俄罗斯内务特种部队的最高荣誉象征。雷修克退役后当上绿色贝勒帽兄弟会的主席，这帮在车臣战争摸爬滚打的老兵们心里门儿清。螺旋弹匣在训练场上是神器，在实战中啊就是个坑，他们需要一把从泥水里捞出来就能打，1秒钟就能换好弹匣的靠谱枪。于是雷修克老哥带着红色贝勒帽兄弟会自掏腰包，委托伊兹马什在野牛的基础上研发了一把新枪。没错，一帮退役老兵重头研发一把冲锋枪。纵观整个世界军工史啊，估计也就仅此一家了。牛逼！2003年，内务部正式下达技术任务书，维克多·卡拉什尼科夫亲自操刀。为了向这支传奇的部队致敬啊，这把轻枪在2004年被官方正式命名为 PP1901勇士。至此，勇士冲锋枪迎来了战术层面的全新升级。团队砍掉了螺旋弹匣，换成了30发双排双进合式弹匣，口径统一为国际通用的9x19毫米帕拉贝鲁姆弹，还能兼容俄军的7N21和7N31穿甲弹。弹匣改成直排式，不再需要 AK 那种摇入锁定的操作。弹匣颈加了喇叭口，换弹更顺手。2个弹匣还能用卡扣并联在一起，打完一个翻个面，接着突。从2005年开始列装后，勇士逐步替换野牛，于2008年大规模量产。内务部官宣勇士将和图拉 KBP 的 PP2000一起接班 AKS-74U。勇士推出后的市场表现可以用真香来形容。本来后坐力就低，还能改装，配件还贼便宜，各路特种部队用了都说好。那么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2018年3月，维克多·卡拉什尼科夫在伊热夫斯克去世，享年75岁。2年后的2020年，在勇士基础上研发了新一代冲锋枪勇士 MO 通过国家测试，跨部门委员会建议，为了纪念维克多这把枪命名为 PPK-20。注意啊，这个 PPK 是俄语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首字母缩写，跟零零七拿的那把瓦尔特手枪没有半毛钱关系。PPK-20 在勇士 SN 的基础上做了全新升级，折叠伸缩枪托、双侧快慢机、机匣盖和护木上的皮卡丁尼导轨、快拆消音器的接口等，整把枪从里到外都对标了 AK-12的人机工程水平。2022年 PPK-20 被送到前线，卡拉什尼科夫集团的 CEO 卢什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放出豪言，我们认为这是未来20年世界上最好的冲锋枪。这不，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2月，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下令内务机关全面采用 PPK-20。从1996年的野牛到2005年的勇士，再到2026年的 PPK-20整整30年，这个故事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。那聊回游戏，在三角洲里，野牛和勇士这2兄弟总算是同台竞技了。勇士在游戏里那可是公认的 T1级平民神器，不仅配件便宜好凑，满改下来也不贵，而且基础后坐力低，新手也能指哪打哪。在 S3 赛季没虚肉上的时候配上 RIP 扩张弹，靠着一手修脚大法，不知道把多少穿6套的猛攻大佬打得觉都睡不着。反观咱的野牛老哥呢，虽然在三角洲里没落寞到垫底的下水道，混了个 T2 级别，但射速只有可怜的每分钟659发。在中近距离对枪的时候TTK 完全比不过版本大火的 MP5 或者维克多，再加上那64发大弹筒的换弹动作，慢得令人揪心。拿着它在烽火地带打人机，新手局过渡一下还行，真要高强度对接应该没人会想到用它吧？我能让你给我整死了！你掉进陷阱了！好了，这一期就先聊到这儿。你更喜欢野牛还是勇士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这些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支持一下。我是顾明老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